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个地方呀？宫中有可能出了什么变故。变故？不过公主不用担心，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。再不济还有端侯。会是什么变故？还不清楚。不过皇上素来疼爱你，他们连你都敢抓，这有可能连皇上都没办法拿他们怎么样。啊？连父皇都没有办法？怎么可能？或许这一切跟叶王有关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再等等吧。宫中若出了大事，无论博王、端侯、袁夫人，还是文臣武将，都会有所动作。夫人，夫人，消息打听的怎么样了？宫中已被龙虎军把持着，我们的人进不去，消息也传不出来，看样子一定是出事了。博王呢？他不是奉旨去襄州巡查，此时应该得到消息了。博王走到中途，等得到消息再转回来，那不还得1、2天的时间吗？念七，哎，你去一趟魏州。夫人，是想找杨大将军？此时若宫中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就只能找杨氏后了。一封信你交给阿元，另外一封信你亲自跑一趟，去到魏州。杨氏后手握魏州兵权，连皇上都不敢轻易动他。我与他相交20余载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他都不会置之不理的。是。夫人，我去魏州，那你呢？啊，我要去宫里一趟。夫人不可。要不这样，我们一起去魏州。无论宫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有杨大将军保护，夫人一定可以安然无恙的。我哪里都不去，我去找他。找他？夫人，念七斗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难道夫人还看不穿吗？啊？皇上他不是你的良人，从来都不是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从我舍弃一切去找他，而他却为了爵位权势拒绝我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，在他的心目当中，我一直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跟他在一起，我注定一生被辜负。那夫人为何还……因为我看不穿，我放不下。我呀，总怪青离太执着，恋上敌国大将，置自己于险境，还难偿心愿。我的心里也暗暗地责怪过阿元。穆北烟至情至性，待他一往情深，而他的心里却总是记挂着那个偏听偏信，害得我们母女分离18载的端侯景慈。两位小姐真的太像夫人了。嗯，像啊，都像极了我。一旦爱了，明知是错，也宁死都不肯放手。如果我今生注定被辜负，我只盼娶我女儿的那2个人不要辜负了他们。听闻李元将军敢作敢当，待青离小姐甚好，而阿元小姐，不管是小贺王爷，
还是端侯爷，对他也算是真心。若他们能好，我就安心了。而我挣扎了20多年，也该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夫人。陛下，袁夫人，您是聪明人，事到如今，伤心无益，是不是该跟本王谈谈如何合作了？如何合作？我知道景慈和穆北烟都追着你女儿出城去了，这2个人，看来对你女儿是言听计从啊。我不需要他们言听计从，只期盼他们真心相待。给你女儿写信，让她劝景慈和穆北烟尽快回来。我保你袁府和原来一样，享尽荣华富贵，你女儿他们也安然无恙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是父皇的儿子，有什么是我不可以做的？可是生你的那个女人是个营妓，你怎么知道你的亲爹就是皇帝呢？是你的生母营妓告诉你的吗？她骗你的，你是个没有人要的野种。让着胡说八道，污蔑我娘，让着污蔑本王！殿下，不好了，国王进宫了。来得这么快。我终于可以和你在一起了。
大哥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。都说你封锁宫禁，不准人进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乔大哥说的，我能有那么大能耐？我能管得了这宫中的禁卫军？这都是父皇的意思。父皇怎么样了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有人在父皇的饮食里下了毒，父皇中毒不轻，太医一直用药吊着，才意识无碍。因为没查到真凶，所以父皇下令才封锁了宫街。这不赶快派人急召你回来，想让你出面赶紧查清这事儿。大哥，赶快进去吧，父皇现在正好还醒着呢。可是这一路上我并没有收到父皇召我们回京的谕旨。不能够啊！派的最好的传令兵，日行800里，早就应该到襄州了。对了，大哥，父皇因为这刺客的事儿，惊吓得杯弓蛇影。一会儿大哥进去的时候，就不要带旁人了吧，免得父皇再起什么误会，是不是？这个不用你提醒，我自然知道，不会让那么多的人进去，惊扰了父皇。是。大哥，父皇在里面等着你呢。我母亲还好吧？啊，小人离开时一切都好，但念其书前往魏州去了。魏州？对。我母亲说，如果我休息的差不多了，先不要回京。目前京中情况不明，不如先往魏州，她稍后会来魏州跟我们会合。看来京中真的出事了。你娘没把握保全元府，所以打算带着你去魏州避避风头。镇守魏州的杨大将军，跟我爹也有几分交情，跟你娘更是从小就要好。去投奔他，的确是不吃亏。可是，景慈他们都已经回京了呀。你娘能发现不对，她当然也会发现。你以为她和庆王会大摇大摆的进京，等着别人算计啊？说不定他们正在哪个角落算计着别人呢。不如我们先派2个人回京打听一下动静，看看能不能联系到母亲和景慈，最好能够打听到具体的消息。等消息的同时，你也要抓紧调理好身体。若真去了魏州，沿路奔波，难免会累着。阿慈，既然我们已经回京，为何不赶紧入宫？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殿下少安勿躁，我们要先等一个人。等什么人？见过端侯，见过亲王殿下。这位姑娘是？妾身姓甚名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皇上多日不曾露面，只怕已凶多吉少。什么？不是说父皇只是病重吗？那只是掩人耳目的谎言罢了。因生母卑贱，他自大又自卑，为了证明自己而不择手段。叶王先是控制了整个皇宫，软禁了诸位皇子公主。昨日袁夫人
博王先后入宫，也都落入他手中。随后他假传圣旨，搅得朝堂一团乱麻。他疯了，他真的疯了。父皇待他不薄，他怎能做出如此畜生行径？丧心病狂，天理不容。叶王已掌控大权，殿下、端后此时若是露面，无意飞蛾扑火。若无万全之策，千万别贸然行事。阿慈，那事到如今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叶王应该是在被贬莱州后才变得疯狂。他善于伪装，应该会想办法挽回自己的形象，至少会在朝廷大臣面前摆出忠孝有悌的面容，不会明着追杀庆王或我。你是说，我们可以露面？露面，并且视其以弱。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保存实力，设法与其周旋。端后放心，我可助你们一臂之力，让他对殿下、端后放松警惕，暂缓下手。那长乐公主，我明白，我会相助长乐公主脱身。委屈你了。我活着就是为了对付叶王这个恶人，若能报仇，有什么委不委屈的？阿恒，快点！刚才看见公子为左大夫新立的坟墓，公子八成还在附近。凤眠婉那个臭丫头，走到哪里都是个祸害，让公子费了多少心。姑姑，你别这么说绵婉姑娘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其实……你闭嘴！那是叶王的人，一直想害公子。不会对公子不利吧？北烟，东西收拾好了没有？都备好了，还有这个呢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三爪钩，攀墙用的。如果我们到了魏州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就用这个爬进去。特王，冯平派人杀过来了，您带小姐先走，我去殿后。走。我们不管了吧？可你不觉得我救了他，会比他被别人杀了更让他难受吗？站住！你把我们家公子哄骗到哪儿去了？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他一直随你们住在这儿，必是你哄骗他，让他不出来见我，对不对？和你母亲一样狐媚，先哄住小贺王爷，再甜言蜜语的骗公子，让他忘记母仇，不再理我，也不肯再出来见我。听听，你一片好心，他当成什么了？我没有什么好心，我只是做我想做的。他要怎么想是他自己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走吧，别理这怨妇。阿元懒得理你，但冲着端后，我还是要跟你说道说道。你偷了袁夫人的女儿，无非就是因为你认定
袁夫人就是谋害雍王妃的凶手而已。但你可知道，害死雍王妃的是张贤妃，而不是袁夫人。你胡说！那些杀手随身携带的令牌，分明就是袁府的令牌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袁字。蠢字下面2条虫，是不是已经在你脑子里安营扎寨了？谁家派杀手去杀人，会随身带着自家的令牌？难道生怕对方不知道来的人是谁吗？这么明显的栽赃嫁祸，你们也信？栽赃、嫁祸？你可知道，皇上已经找到了当日张贤妃派去劫杀你们的部署？你可知道，庆王爷知情，才请命前来，希望消弭上一代的恩怨。你可知道，袁氏母女根本就不是恶人，而你才是那个盗人子女、害人骨肉分离的恶人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弄错？更何况，就是楚玉罗那个女人，和皇帝勾三搭四，气走了我们王妃。行了吧？谁不知道袁夫人是皇上最早恋上的女人？谁不知道张贤妃才是皇上的原配妻子？怎么就你家主子跟皇上亲近是名正言顺，别人就是勾三搭四了？装什么清高呢？公子呢？我要见公子。果然是蠢得不可救药。若是端侯在，还犯得着我们多事吗？他早就和庆王悄悄回京了。胡说八道！你们全都胡说八道！阿航，阿航，你听见没有？他们居然颠倒黑白，说我是恶人，是我害得他们母子分离。姑姑，是真的。袁夫人向公子解释过此事，公子也命我去调查过，好像我们真的误会袁夫人了。张贤妃因为皇上要娶景妃，将她贬为妾室，心中怀恨，才命人拿着袁府的令牌去刺杀景妃。袁夫人是被嫁祸的，袁家小姐更是冤枉。好好的高门小姐，她做错什么了？被打到仇人家里，为奴为婢。住口！住口！住口！该说的都说了，信不信由他。好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阿恒，姑姑，请吩咐。他们说公子已经回去了，不知是真是假。你先回京，去找找。我还是留下来陪姑姑吧。不用，还是先找到公子要紧。我留下，你去找找看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姑姑，保重。
怎么样？走啊，走啊！走吧。快走！走啊！走啊！追！是。以前是我欠你的，现在我们两不相欠。好啊，我看你们还往哪儿逃？怕不怕？生死有命，有什么可怕的？那跟我走吧。亮他们也活不了。走，殿下那边还需要咱们帮忙呢。是。谁？我是端侯的人，端侯派我传话给你们。阿紫，不要相信他，说不定叶王故意派人来试探我们。侯爷说了，射猎场曾有求于公主，当时便承诺，若是日后公主有事，定会鼎力相助。多谢公主，日后公主若是需要帮忙，我定会鼎力相助。他说的是真的，此话除了端侯，没有第二个人知晓。端侯现在怎么样？外面情况又如何了？公主，赵大人，你们现在仔细听我说。公主，公主，别这样，都会好起来的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叶王不仁不义，必定要受到惩罚。
这皇上已经好几日没有上朝了，这以前从来没有的呀。谁说不是呢？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不久前的晚上，有人在宫外听到宫里隐隐有厮杀声。目前，龙虎军统领韩晴，已带近千人马，把皇宫内外都保护起来了。啊！哎，这事儿可不能乱说呀。是啊。叶王，父皇，昨日丑正，驾崩了。先帝生前留有遗诏，众大臣听旨。皇帝诏曰：政体不安，今不复起，盖天命也。皇子幼归，天性淳厚，仁孝明达，宜即皇帝位。中外臣僚当各尽其职，同心佐理四军，以保宗社基业，诏谕天下，贤使之闻。皇上之前不是有意立博王为太子的吗？父皇病重，我便立刻传信给博王。不曾想博王心怀不轨，竟在病榻前行忤逆之举。父皇气急攻心，临终下旨，将博王流放北疆。一派胡言！当日皇上因你屡犯大错，明明已经下令将你关押起来，并且打算贬往莱州，何来让你继承皇位之说？这诏书肯定是伪造的。此言差矣。国王流放，叶王就是大秦皇帝长子，不立叶王才是于理不合吧？你们说句话呀！我懂了，你们沆瀣一气，一个个贪生怕死。先帝呀，大有的江山不保了。来人，不必了，老臣自会去追寻先帝。拉下去吧。还有人不同意本王继位吗？臣拜见新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拜见新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这是您最想喝的八珍安神汤。先不喝了。方婷，臣在。你说这端侯病卧在府，却亲自奏表恭贺，连长乐也知趣，和这赵岩一起奏上折子，贺我得登大宝。你说这几个人，我是留还是不留？斩草除根，绝不姑息。陛下恕罪，一听打打杀杀的，臣妾害怕，便失了手。
来，在我身边，不怕啊。小韩是怕陛下这位大英雄被他人误会。此话怎讲？若陛下的兄弟姐妹们都年纪轻轻、不明不白的死了，后人说起来，如果这些人不知进退，冒犯君上，自然不可放过。可如今父皇刚刚驾崩，他们又知趣退避，若手段太过刚猛，指不定又会生出多少猜疑来，岂不是有损陛下的威名吗？那依爱妃之见呢？陛下英明神武，大雍江山尽在掌握。既然这些人都已经没有了跟陛下对抗的实力，又肯顺天应命向陛下称臣，那又何必杀他们呢？留下来赌一赌，悠悠众口，不是也很好？好，既然爱妃都说了，那朕就暂且放过他们。方婷，对端侯和长乐多加监视，先别动手。有空找人去探探端侯的病情，如果他真的是病重不起的话，那就随他去。庆王，哼，他平庸胆小，谅他也不敢跟朕作对。是。二殿下，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下。若是谁敢将你的事儿说出去，我就撕了谁。北燕，别怪我心狠。谁让你走着走着就挡我道了呢？现在我已经当了皇帝，没有人再敢看不起我。但是也没有人能像你一样跟我推杯换盏，无话不谈。你放心，我会追封你为护国大将军，让后世人好好祭奠你。陛下，司天监正使姚成师来见。微臣司天监姚成师，叩见陛下。朕午时做了个梦，梦见朗朗擎天突然裂成两半。此梦怎解？回陛下，天裂主凶，恐有分国之忧啊！微臣此来正是为了禀告此事。昨夜臣夜观星象，见紫微星暗淡，摇晃不定，主祸从内出。陛下需小心，身边有人对您不利呀。身边的人，乔丽弹劾龙湘军首领黄世坚目无君上，莫非是此人有造反之心？龙湘军驻扎于皇城西南，按此时节气算，的确是凶门。黄黄同音，正应了陛下分天之梦。或许还真应在这件事上。传我命令，抓捕黄世坚，查查他到底有没有谋逆之事。是。